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抄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连接，就是对狼王进一步的支持。我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今天的下周行情推演。再次的强调，就是每周的行情推演是狼王一周一次最重要、最干货的一个节目，是吧？因为周末没有交易，我可以通过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下周的行情到底会怎么走。在开始今天的推演之前呢，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狼王群又开始招新了，好吧？想去加入狼王群的朋友，请仔细的看一下我周六的这个就是狼王群招新的视频，在我的 YouTube 社区这里，好吧，也有招新的一个准则，请大家按照这个招新的准则做完任务以后，1个月以后，管理员会根据你的活跃度来进行一个就是批准，好吧，1个月以后会通过你的表现来进行一个批准审核的一个动作。好嘞，那就直接的进入行情推演，是吧？在上周的推演里，狼王已经跟大家很明确的强调了，就是上周初的时候，大盘的所有指数都是在高位，并且 UVXY 也到了一个支撑，所以我认为上周初大盘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但是我也在上周的推演的视频里面强调了，就是因为整个指数的分化非常严重，所以我觉得即使出现了回调，也是一个1%到2%左右的一个小回调，不用恐慌，逢低做多就好了。那大家可以看到上周行情标普指数最后面是回调了 2.5%， 是吧？其实跟狼王的预期并没有差距非常的多，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就是不错的反弹，低开高走。那现在是否就意味着本周的行情就已经安全了呢？狼王其实也不给你卖关子，我认为就是接下来标普指数去破新高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好吧？仍然的看多大盘但是这不代表着下周初大盘就会一路的就直接的去破这个4480的一个高位，好吧？我现在认为大盘在接下来的2到4周时间里吧，基本上应该到4560到4620这个区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向上的一个点位其实也只有 4% 左右，是吧？不到 4%， 4%到 5%。那如果说还有4周的时间，也就说明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大盘仍然是会保持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过程，好吧，并不是一飞冲天。所以说下周初我不建议大家去追涨而是如果有机会指数出现一个回踩，你可以进场去做多，而不是现在去追，好吧？这是我对标普指数的一个我认为的预判。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标普指数，是吧？如果从30分钟级别，它已经重新站回了 GMMA 的一个上升通道，对吧？30分钟级别已经重新站稳了，1小时级别也站稳了，2小时级别也站稳了，对吧？然后4小时级别也重新的都回到了一个多头的通道，所以说整个标普指数在经历了周4、周5的反弹以后，其实现在已经全部的再次的重新的回到了一个上升通道中。那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既然它回到了上升通道中，那当然是继续的看多，好吧？那下周初需要关注的第一个支撑位大概就是这个点，对吧？就是4430，好吧，4428是我们下周初要第一个关注的点，看能不能守住，好吧？如果说一旦守住了，那它就会继续的往上走。如果说守不住，是吧？跌破了4428，收盘价低于4428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去做一个日线级别 GMMA W 底，就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么一个动作的话，其实会更加的稳妥。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继续做 W 底，就是回踩4370的这么一个动作，那反而是第2次加仓的机会，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不一定会出现这么一个 W 底，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么一个 W 底，那就应该会是一个第2次加仓标普指数的机会。
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接下来的2到4周时间内，标普指数会上涨到4560和4620这个区间里，好吧？再次强调一下。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它的反向指数。我们可以看到反向指数现在在上周的话，如果我们在对数坐标，可以看到在上周初的就是在上周末尾，它已经收在了一个小的一个支撑位，是吧？如果说3倍做空标普收在了一个小的支撑位的话，那也就是说下周初很有可能标普指数会出现一个像狼王刚才所说的一个就是小型的回踩的一个动作。那第一个关注的位置呢，现仍然是4430，好吧，看4430能不能撑得住并且因为毕竟它现在这个位置其实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支撑，但是不大，好吧，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标普3倍做空标普的一个海底捞月信号已经出完了，大概率的话它会去15块4毛，就是一定要破这个15块8毛6的前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不代表说就是说它会一下子几根大阴棒就直接破这个15块8毛6的前低，大概率的话是应该是一个缓慢的横盘下跌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比如说现在碰到了一个支撑位，它可能会稍微的弹个1-2个点，然后再继续的进行一个下跌，好吧，所以说对大家的操作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去追高，但是如果有回踩30分钟 GMMA 甚至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动作，就是标普指数有回踩30 GMMA 或者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可以去进行一个补仓的做多，好吧，这是标普指数。说完了标普指数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UVXY。UVXY 的话，其实在上周从这个22块3毛6反弹到这个最高点29块2毛4，一共反弹了30%，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 UVXY 来说，30%的振幅是属于情理之中的，因为它经常会反弹大概30%、50%甚至70%，这都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反弹的压力位。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UVXY 的海底捞月信号也出完了，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呢，再次强调就是我认为 UVXY 真正的支撑会在19块钱到21块钱附近，好吧，只要 UVXY 没有跌到19到21块钱这个区间，我不认为大盘会有任何中期调整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好吧，我再次强调一遍 ，UVXY 不跌到21到19块钱的区间，我不认为大盘会出现5%到13%左右的一个中期调整，好吧。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逢低的做多整个美股，而不是去做空美股，好吧。UVXY 下周继续下跌的概率大。说完了 UVXY 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QQQ。QQQ 的话，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跟标普指数非常的相似，就是说它现在所有的GMMA 的均线排列已经成为一个多头的状况，也就是说大概率的话，它会去继续的向上冲，继续的向上涨我个人的话，大家首先看一下下周的第一个目标位是372块钱，好吧，是 QQQ 的一个第一目标位。然后如果说看支撑位的话，如果说下周初有回踩的话，首先先看 QQQ 的支撑大概会在这个365块7毛左右的一个地方，好吧，可能是 QQQ 的第一个回踩，考虑可以回踩去做多的一个点位是365块7。如果说 QQQ 有再次回踩日线级别 GMMA 是吧，也就是359左右的一个动作，那就更加的可以去进场做多，好吧，就是下周的操作策略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少跌少买，大跌大买，好吧，大盘继续的看上。好嘞，那这是 QQQ。说完了 QQQ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说一下 FNGD。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整个的大科技板块都是在之前的一周里调整的比较严重，是吧？尤其是因为 FNGD 里面还包括了阿里巴巴和百度这2只中概股。我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下周里我更加的看好，就是中概股在接下来的2到4周时间内，我觉得中概股会有一波强势的反弹，好吧，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反弹，并不是反转，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期超跌的中概股。具体的这个股票是什么，你可以去看我昨天
发的2条就是个股的点评视频，好吧，就是看一下周6的视频。FNG 底的话，我觉得大概率的话要去破前面的2块3毛1的这个低点，会在接下来的1个月的时间内，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布局一下 FNG 底里面前期没有怎么涨的股票，是吧？比如亚马逊。好吧，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看好亚马逊这一只股票，具体的止损位请看我昨天的视频。好嘞，那这是大科技股。大科技股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的话，现在也是一个恢复了多头的形态，对吧？上周其实道琼斯指数算4大指数里面回调的比较深的，对吧？毕竟回调到了 GMMA 日线级别的最后一根支撑。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道琼斯指数其实也是在4小时级别里，它仍然现在是呈现一个空头的排列，好吧，很有意思，就是说道琼斯指数现在是所有的4大指数里面除了罗素以外最弱的一个形态，所以说下周初我认为大盘继续出现一个就是调整的一个信号也是情理之中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是道琼斯板块现在仍然是受压于1小时级别的 GMMA 的，对吧？也就是说下周初大盘出现一个小幅的调整的概率，我觉得是不小的，好吧？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道琼斯指数是在压力位，对吧？它并没有成功的站上35300的一个压力位，所以说再次给大家强调，如果下周初有回踩的动作是给你加仓的，好吧？如果下周初出现了回踩的动作是给你加仓的，大家可以看到道琼斯指数现在既然在压力位没有突过去，它很有可能就会去做一个刚才我说的标普指数类似的一个 W 底的一个动作，好吧？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那本周初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支撑位呢，大概率的话，我觉得是在平行通道的支撑，好吧？也就是在这个34920左右的一个地方，34920可能是本周初周一道琼斯指数的一个支撑，你可以考虑在这个附近去做多，好吧，34920，一旦跌破了34819的话，可以先行的止损离场，因为跌破了34819，它很有可能会去日线级别进行一个再次的回踩，那仍然是逢低做多，好吧，越跌越买的一个建议。好嘞，那说完了道琼斯指数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板块。罗素板块在4大指数里面都是最弱的一个指数，那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它现在已经跌破了日线级别的一个多头，对吧？那当然4小时级别、2小时级别、30分钟级别当然也都全部的跌破了，但是我要跟大家就是点名罗素板块的一个好的一个信号是，它现在在周线级别的 GMMA 这里已经做了一个 W 底了，好吧，大家可以看到，对吧？罗素已经在周线级别的 GMMA 这里已经做了一个 W 底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 W 底已经做完了呢？不一定，好吧，也就是说它很有可能还要在下周的时候再进行一根 K 线的调整，然后再次的做一个是吧更加坚挺的一个 W 底，然后再往上攻，这也是非常有可能性的。我们大家现在狼王主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罗素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是沿着一个30分钟级别GMMA 的均线组在一直往下跌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说第一就是下周初首先要看罗素能不能站稳216.5块的这么一个压力位，好吧，它不一定能站稳，只有站稳了以后罗素才有可能继续的向上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觉得下周初如果说大盘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调也是情理之中的，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去紧张，好吧，如果下周初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不要说哎呀中期调整要来了，大家赶快跑路，不要有这样的情绪，下周初如果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调也是非常情理之中的，因为毕竟周4周5反弹的太快了，好吧，而且罗素板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虽然说它现在已经就是站稳了一个15分钟级别的 GMMA， 那但是它仍然没有站稳这个1个小时级别的 GMMA，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罗素下周初即使出现了一个没有回调而出现了一个继续反弹的动作，那么
在218块钱附近，罗素也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回调，好吧？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罗素现在先不要进场，因为本来现在点位就在压力位，即使现在点位突破了，它在218块钱左右仍然会出现一个小幅的调整，所以说我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不要去追罗素，好吧？而是等待它回踩了以后再去做多，好吧？这是罗素板块啊。罗素板块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然后对罗素板块就说这么多吧，好吧？罗素板块说完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原油和比特币。黄金的话，现在仍然没有跌破狼王说的一个止损点，是吧？没有跌破这个1774，继续的看多黄金，好吧？那第一目标位呢，在这个1830块钱左右，好吧，是黄金的第一个目标位，不跌破狼王的止损，继续的看多。说完了黄金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原油的话，现在是仍然的非常的弱势，我不建议大家进场去抄底，好吧？在上周的这个视频里面也跟大家强调过了，就是原油的话，我觉得起码要等到60块钱左右，好吧，60块5毛，也正好是周线级别的这个 GMMA， 大概就是第4根到第5根的一个支撑，好吧，就是在60块5毛到59块5毛这个区间内才可以去做多原油，好吧，这是原油。说完了原油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稍等一下，切换到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这个不是比特币 ，sorry。比特币的话，现在仍然是并没有突破这个49000点的一个支撑。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如果说即使想去追多比特币，也要等它站稳49500块，好吧？这周的周线收在49500块钱以上才可以说比特币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动力。我个人的偏向是比特币会出现一个调整，好吧？毕竟从这个29000块钱28000反弹到这个49000，其实已经反弹了很多了，好吧？我再次强调一下，不要去追比特币，现在比特币反弹的已经有点多，大家注意一下风险，很有可能会做一个2次的回踩，然后再次的企稳的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好嘞，那今天的这个4大指数和这个原油、比特币、黄金的分析已经跟大家说完了。简单点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在大方向上，就是接下来2到4周的大方向上，仍然是看多大盘的。标普先看到4560点到4620点的一个区间 ，QQQ 呢也是起码看到372，甚至到376，甚至380这个区间都是合理的。但是大家要警惕一下，下周初大盘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小幅的调整，因为毕竟现在道琼斯指数在压力位，罗素指数也是在压力位。如果说下周初出现了一个继续的小幅的调整，那是大家一个继续去做多的机会，好吧，而不是去做空的一个机会。然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下周初需要关注一下前期超跌的一些中概股，对吧？比如说88呀。比如说百度，这个其实我在周6的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说了，对吧？中概股的话，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内很有可能会达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然后进行一个反弹，对吧？88的话，我一直跟大家强调152块钱附近是可以考虑开始进行一个建仓的如果说有机会到152块钱附近，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好吧？中概股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反弹。然后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去，就是因为毕竟周末的推演视频里面都说的是一些这个大盘的指数，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关注具体的个股的话，请去看一下我昨天周6发的那2个视频里面，好吧？那2个视频里面我提了一些就是可以中线布局的一些股票，对吧？就像亚马逊呀、Mastercard 呀，然后88之类的这些股票都是可以大家考虑去进行一个中线的布局的，好吧？具体的点位的话，大家去看我昨天的一个视频。好嘞，那我觉得今天的周末推演视频也说了快20分钟的时间。
好，再次感谢大家支持狼王的节目，然后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我最近的节目就不会在附图进行一个更新了，好吧？因为附图真的是太不仁义了，我也不建议大家做多附图的股票。非常的感谢大家再次支持狼王的节目啊！祝大家下周交易顺利，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